嗨，你好，我是玲玲。快乐源泉4要素：多巴胺、血清素、催产素和内啡肽。我们今天来讲其中2个。上期我讲到过，多巴胺可能会让人上头，也可能上瘾。还有人评论哪里能买到多巴胺，我才到1万粉，这就要凉了，求求你。以后再也不要问我这个问题。而内啡肽又是什么呢？比如在爱情当中，如果多巴胺算是瞬间的心动的话，那么内啡肽就是那个长期的美好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多巴胺和内啡肽这2种快乐的区别，以及如何长期的制造快乐。首先，多巴胺的作用产生于期待奖励本身，而不是获得奖励本身。人体内如果多巴胺的水平过低的话，大脑就会强烈的产生饥渴感和焦虑，命令你去搜寻更多它需要的东西，比如食物、商品、性爱，或者是毒品。所以千万不要再问我哪里能够买到多巴胺了。警察叔叔，这里有个坏人。今天我直接用毒品上瘾的过程，让你明白多巴胺的上瘾原理。在说这个之前，坚决杜绝一切毒品。毒品为什么能让人感到嗨？是因为它就是一次刺激你的大脑，让你产生过量的多巴胺，让你上头。我们一起蹦迪好不好？比如说冰毒、可卡因都是大量促进多巴胺的分泌。对毒品也可以理解为人造的多巴胺，它是一种人造的快感。而为什么它会让你上瘾呢？当人吸食毒品之后，体内的多巴胺就像过山车，当它到达顶峰之后，下一步就是急速的下降，于是顿时你会不适应那种突然到来的空虚感，于是在一次一次的满足之后，大脑中负责理智的部门就被毒品调教成功了。这就是成瘾的本质。让我们上瘾的东西有那么多，毒品为什么是最可恶的？因为它会损伤你的大脑。比如冰毒产生的大量多巴胺刺激会损害人的大脑皮层，每使用一次，大脑皮层就会起一次水泡，而且这都是不可逆的损伤。这也是为什么冰毒会导致人精神错乱或者被害妄想。抖音为什么可以让人不知不觉的一直刷下去？就是因为它很快、很多、很爽，这是一种即时满足。听完这些，你是不是一下子觉得多巴胺好像没那么可爱了，甚至还有一点危险？人家的奖励机制本来是为了让你享受什么美食啊、男女之爱啊，都是一些有益于你生存的事情啊。我打个比方，多巴胺呢就像是一个索取型的小孩，我的吃的呢，你要是不加以管教的话，他会变熊的。我不管，我还要。我们都知道，从小被宠坏、溺爱的孩子，长大以后就容易失控。我今天就要这只皮卡丘，不给我买的话，我哭给你看。我们怎么调教多巴胺，让这个孩子不要变成熊孩子呢？答案就是不要及时满足你自己，要延迟满足。说到延迟满足，我就要来说一下另一种快乐源泉，也就是内啡肽。如果说多巴胺是一个需要调教的孩子，那么内啡肽就是一个愿意吃苦的孩子。比如当我们吃辛辣食物的刺激，会让你感到某种爽感、某种痛快感，因为辣不是一种味觉，辣是一种痛觉，而大脑会分泌内啡肽来抚慰这份疼痛，而这种感觉就是内啡肽带给你的快乐。再比如长跑的人会知道，跑者高潮在达到那个极点之前的奔跑是让人疲惫、让人痛苦的，而一旦越过那个点之后，身体又会充满活力，而且感到振奋。这种时候大脑分泌的就是内啡肽。还有一种，当你准备了很久的复习，而考研成功的那一刻，你体会到的就是内啡肽的快乐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它是一种先苦后甜的快乐，它就是一种延迟满足。而内啡肽的效果非常接近于另外一种毒品，叫做吗啡。它是一种镇静剂，它可以降低焦虑感，让人体会一种安逸、温暖、平静的感觉。内啡肽就是一个平静而美好的孩子。我们再来说一说在爱情关系里面这2个孩子扮演的角色吧。多巴胺给你带来的是热恋的那种刺激感，人体是没有办法做到长时间的让多巴胺处于高峰的，于是它的浓度高峰平均是1年半到3年，它会自动下降。所以其实那句7年之痒其实都不用7年，而决定你能不能和眼前的这个人长相厮守，享受平静，取决于你们能不能在多巴胺掉下来之前分泌足够的内啡肽，而内啡肽给你的就是长期的安定感和幸福感。所以如果在你身边的这个人能让你感觉到安心平静，那么他就是那个对的人。做点什么能让自己产生更多的内啡肽呢？内啡肽这个孩子没那么容易到手的，它不像是多巴胺，你给他点好处他就来了。首先就是运动，而且是要有一定强度和一定时间的运动，才能激发内啡肽分泌。比方说跑步啊、登山啊、羽毛球啊，运动30分钟以上，它才可能会分泌出来。
还有就是冥想啊、瑜伽呀，千万不要小看冥想。冥想是很让大脑费能量的。那还有就是吃了黑巧克力和辛辣的食物都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。还有最后一点就是长远的目标，比方说你学习一项新技能，需要付出时间、付出精力，而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让你马上可以体会到快感和反馈的，像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让你分泌内啡肽。总结一下，多巴胺是一个索取型的孩子，你不能溺爱他，不然他会变凶。而内啡肽是一个愿意吃苦的好孩子。多巴胺的上瘾是会让你产生焦虑，而内啡肽给你的是长期的平静和安定感。了解了它们的特点之后，能够帮助你理解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区别。所以如果你问我如何获取长期的满足，我的答案永远都是永远记住那个长期的目标，不要被眼前的短期满足绑架。不知道你愿意更宠哪一个孩子呢？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，喜欢我的话记得关注我，然后投币、点赞和收藏，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不上瘾就捣蛋。